好，这个选罢法，好，因为民进党预备展开这个大罢免潮，啊，虽然基隆输了，但他们也还不服气啊，明年对立委要展开一个大罢免潮啊，那甚至连李彦秀啊、王宏威都被放到说要罢免的名单里面哈。那今天那国民党就两个，一个就是说你联署罢免的时候应该附身份证，免得拿个名单来抄啊，包括死人啊什么都抄在里面啊。那个查也很困难了哈。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将来这个罢免的票比当选票多一票。哦，我10万票当选的话，我不能8万票就被罢免了。哦，那结果今天呢，这个1分钟审查完毕，3分钟散会，所以呢说委员会已经出委员会了，算是委员会初审通过了。哦，他们主要是要交协商，然后最后到院会去了。哦。那民进党当然就很不爽嘛，哦，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用保鲜膜把门都封起来了啊，那朝野速度爆发口角冲突啊，速度，那结果呢，这个因为徐欣盈今天当主席嘛，那他说我会这样是不得已啊，哦，他说你民进党的这个委员要霸占主席台，干扰议事，我们不能就因此就停摆了。哦，那大家看议事规则已经达法定人数了，而且呢，在正确的时间开会啊，我也宣布正式开会了。哦，那只是我进度比较快而已啊，那否则你一直捣蛋，我怎么进行这个议案的审查呢？所以呢，这个3分钟出了委员会，民进党喊说会议无效啊，会议无效。然后呢，这个又跑到韩国瑜那边说韩国瑜在哪里？找韩国瑜抗议，找院长抗议啊。那结果等了1个钟头，韩国也没出来啊。那就是秘书长这个周恩来出来了啊。那然后呢，他们因为到韩国瑜办公室找不到韩国瑜，又到韩国瑜的这个官邸，到馆里去堵人了啊。那傅昆萁说：“哎呀，你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这样闹有什么意思哈？”那另外呢，这个韩国瑜就说。其实原来讲好是20号在院会的时候处理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哦，他们也没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哦，委员会到底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啊。那民进党就说呢，你们假赛啊，哦，去骂这个韩国瑜哈。好，我们看一下。眼看议事人员抵达，国民党立委全力护送，但民进党想趁虚而入，双方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六线想王一川你推我，我推你，蓝绿在内政委员会外僵持2个多小时。邱正军一手死抓衣领，另一手推了2下许志杰的头，立刻被黄杰挡掉。许志杰更痛批被邱正军的戒指用受伤。这边嘛有考掉，这边还好，这边是伊这吼，这小可有划破啦。秀出脸上伤疤，但国民党团强调是因为林淑芬先把内政委员会的议事人员电脑抢走，才只能占领走道。林淑芬抢电脑，国民党打电脑。蓝会组成监后人墙，将想闯入了绿委一一推出来，更把整个委员会走到全封起来。但眼看9点开会时间就要到了，民进党直冲委员会，但已经晚了一步。国民党团已经将选罢法罢免票数需高于当选票数案送出委员会。没有。好，无异议通过。其实为了让选罢法出委员会，徐巧芯、林佩祥、廖先祥前一晚就先夜宿立法院，更是先把委员会大门用胶带一层一层粘起来。但民进党团前一天晚上9点多先去排队，要捍卫人民罢免权，却被酸根本不见人影，只是去打卡摆拍。民进党解释前一天就有说明天见，但如今选罢法闯出委员会这议程方式让他们难以接受，一度从议场举布条抗议，喊到院长室，要韩国瑜跟周万来说清楚。你议长无地要甲恁讲代志啊！你即摆拢无爱出来是安怎？选罢法大战一触即发，下回战场就在协商。如今蓝绿角力不止斗智斗勇，蓝营还要拼1月21日顺利3读。就像很奇怪啊，民进党不是说一直在包围吗？先先破门啊，然后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我们是早上动员6点，那昨天 TVBS 在台南有一个公益活动，我就会去啊。一看到了8点多，他们 PO 上来，糟了，
已经被民进党占据立法院了啊，怎么办？我说啊，我在台南呢，马上赶回来哦，我就跟那个陈董事长说，拍谁哦，我等下立法院啊，后来他们就泼文了，树叶猥亵啊，我们要这个捍卫选民的罢免权啊，那好了。我要去搭高铁的时候，在高铁上，他们说解除动员。我说为什么？他说民进党已经解散回家了，9点48分他们就走了。他们拍一拍，然后po上那个脸书，他的支持者包括那些青鸟就说：好，我们总算顾起来了，占据滩头堡。我们都不知道9点48他们已经散了，是早上我们来了，他们又回宫了，所以。小新他们就讲啊，保卫国家9点48就回家，两边就在那边弄，大家都很累了。我要很理性的来跟全国的乡亲讲，我们历经了20几年的改革啊，把乡镇长、村里长、代表、县市长整并成9合1。然后立法委员跟总统，我们又整并成一个选，就是我们国家是4年选2次，哦，不要让大家疲于奔命，劳民伤财。以前每年都有，以前就是选完里长，选县市长，选完了选议员，议员选完了选里长嘛，所以而且乡镇长又不一样，所以每一年都在选举，所以我们国家现在搞成4年选2次啊。那现在民进党他觉得说，我有特定的地区我有优势，我透过罢免，我高雄输去了，那我底气还在，我可以罢免你。所以你看，选完了国会，他明年罢免你，那再选一次，罢免又一次，罢免成功了又要选一次，那就选3次。县市长选完了，我罢免你啊，又选一次，又2次了，然后罢免完了成功，又要再补选一次。然后立法委员选上县市长，又要补选一次，那就弄一弄，我们又回到4年要选7次，所以你这就是劳民伤财。再来就整个罢免的不合理，现在诈骗那么多，我跟大家报告，今天骗了多少钱？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一天平均被骗的钱4亿。我问警政署长，我说现在我们平均，他说大概4亿多。1年就1500亿，你有够离谱呢？那你这个身份证，你不拿身份证来，你随便你资料被人家抄一抄就弄，诈骗集团把你拿去用，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说，我很不爽谢龙介，他做的不好，我要罢免他。我投票的时候也带身份证啊，我现在要罢免你，我当然我主张我要罢免你，我要拿身份证出来，很严谨的。可是现在整个诈骗那么多，而且都是要投资的，他每天诈骗仪表板都有。我问署长，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做？我们几乎我们的国家已经是束手无策啊。我说弄一个冷冻期，我说警政署你有多少人是因为我把钱汇出去以后，在1个小时以内我就清洁，我大概被骗了。所以我请金管会说，是不是研议一下，我们这个贿选器有一个冷却期2个小时，那2个小时以后那个账户这个钱才能动，以供很难啊。那你很难，为什么？你把那些被牵扯到人变成限制成警示账号，然后你要把案情厘清以后你才解除，也很难啊。你们都不想横向的，都不想再多担一些工作嘛？大家就觉得我这个银行大概不要再这样子弄，还装麻烦。可是你知道，我最近我已经请警政署提供，如果说报案2个小时以内，他来报案是前2个小时以内被骗的，那有多少比例？那这个冷却期是不是可以降低很多？他们都说会降低很多。我说不要用嘴巴讲。你把数据拿出来，我再来跟行政院长讲。很多正办不做，然后每天在搞这个，每天你想要选举，你把这个国家弄乱了，谁得利？所以我认为这个选罢法而且他们讲说我们不让他进来开会，因为我们只是把他挡住。
2011年民进党就弄过了，就是把门锁住，你国民党也不能进去，然后他们就宣布就通过，这只是出委员会，才出委员会而已，还要政党协商的。那季凯啊，就是说民众党的态度到底怎样啊？民众党原来的案子就是要有身份证才能够罢免哈，对呀。但是你们对于这个改那个提高门槛，你们有反对，因为柯文哲说反对哈。那到时候你们会跟民进党合作吗？不是跟民进党合作，我们会希望国民党跟国民党现在提了他的法案里面。他修正上是3个点了，一个是刚刚赵大哥讲的，就是说罢免票比这个同意当初他当选这个票数要高，这是一个嘛，这一点我们不同意。可是另外他提出2个点，包括要附身份证，这个是柯文哲跟他民众党最先提的。那我们现在的期待就到时候我们可能提一个修正案。就是说国民党现在事实上有好多个版本，它不是一个版本哦，它也有只有刚刚讲的就附身份证这个。那我们现在期待的就我们会赞成国民党里面提的，还有我们自己提的修正案，就是有附身份证的，这是一个点。那第二个我提一下，昨天这个真的是闹剧一场。昨天我也是8点多，我看民进党都摆完 pose， 已经 po 上网了啦。我想说大概今天会都开不成了啦。我没有想到后来说他们就真的就散了。那今天整个状况就是说，连我们很多包括民众党立委要进去开会都进不去，因为两边整个门都堵住了嘛。那后来过的方式来讲，就是一样画葫芦啊，就是因为以前民进党这样搞过嘛，你不让人家进去开会。你挡住了嘛？那以前有1-2分钟就整个都过了，我觉得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可是还是要政党协商，政党协商还要1个月嘛。可是你今天如果不送出去的话，你这个会期就来不及的。因为民进党现在就是2月1号，他开始大罢免潮，这个立委只要任期超过1年，对不对？他开始就会有这个大罢免，这对台湾真的是不好啊。我们很清楚表示说，我们不要这种大罢免潮。因为民众党是支持身份证，但是反对要提高门槛。对。民进党现在就是说要跟民众党合作，那到底这对高安于增加这个要增加门槛这个事情？现在我觉得到后来，到台湾民众党的这个就是走中间嘛，中间的这个路线嘛，对不对？那我们提的就是身份证附身份证这个营业本。那我觉得国民党后来就是因为老讲，我们如果不投赞成的话，国民党案子应该也过不了吧？那国民党后来应该会就是刚刚有改过嘛，后来你就有2个啊，你还是有2个，一个就是你上面写上你发身份证那个发照日期，第二个是附身份证的营业本。然后讲这样的话，门槛就已经提高了。好，我觉得这样可以避免那个大罢免潮，政治性的罢免就会降低了。我们公允的说了，选罢法当初降低门槛，其实是黄国昌推的。你今天要民众党的黄国昌吞回去，说我当初门槛太低了，所以我现在要比当选票然后多1票，他不会吞的了。所以要去说国民党一定要在这个罢免的门槛上面，我多加1票这件事听起来是合理的，它事实上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法案，但是讲道理跟谈情绪那就是2回事，没办法，我认为民众党不会接受。民进党虽然不接受，他会跟民进党合起来反对，还是他弃权不管？就算我们的案子啊，没错，可是你提你的案，但你们案子也不会过嘛。对，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就会让别人为难。那我现在的想法很简单。我从一个民众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其实民众现在要的就是不要乱了。那今天这件事情，如果他乱，是因为他非常的没有不讲道理，然后他想要遮污他的贪污，遮污他的遮掩他的所有的无能的话，民众会站在在野党这一边。那民众如果在野党推的是一个讲道理的法案，讲道理的事情，民众就是听不懂。那听不懂到最后就是灰体啊。大家就在那边乱来乱去，到最后呢，其实我必须要提醒，就是说，我们从韩国的例子来看，少数总统他一旦走那种很绝对的路，我一定不跟你在野党合作，国会就是天天乱，而国会天天乱，它就会变成一个借口，说我拿来作为我走极端手段的一个方法。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审预算的一个会期。那审预算这个会期里头，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有很多的预算根本就是胡搞瞎搞，我觉得它其实才是累积很多的香骂本很重要的一个开端。我同意，我很反对大罢免潮，我认为民进党其实就是输不起才想要推大罢免潮，但是我认为民众反对的声浪是更高的，他输了基隆不算，他未来明年输第2场输第3场，民进党在后年的选举才会一败涂地。基本上就是我们看这个选罢法，是会有几种状况或者是结果嘛。第二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合作，那一定过嘛。第二种是那个民进党跟民进党合作，那国民党就会输嘛。第三种各投各的，民进党提他的版本，绿的反对国民党版本，
那国民党还是有可能过啊。不是，民进党不会来支持民众党的版本，因为民众党现在还没有提修正案，我们还没提哦。现在所有的版本都是国民党，因为民进党自己都撤案，目前大家看到案子都只有国民党的版本。就是现在民众党是要加到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要走自己的路？那个也影响到那个投票的结果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就业安定基金呢，它是怎么来的啊？比如你家里如果有外佣哦，是看护呢，你每个月要交2000块。当时是说了啊，如果现在有外劳进来，会影响到本劳的就业，所以呢，你们这个请外劳人呢，你要拿钱出来，哦，成立一个基金，到现在收了1000多亿，目前还有400亿，那个钱照理讲，这就应该用在帮助本劳身上嘛，本国劳工嘛。结果呢，黄国昌说花钱不手软。大内宣、养绿美、拍马屁，通通干啊！那花8分钟拍一个影片，就花了1000万，然后媒体宣传费原来1亿多，现在已经增加到2亿多，所以黄国昌说：“许明春，你不要躲了哦。”那许明春呢，就是拍沙龙照啊，哦，看等等啊，就是也用这个钱哦。你这个首长拍沙龙照干嘛？你就算拍了沙龙照，你用自己的钱嘛？你怎么用这个就业安定基金？这对于就业安定有什么帮助呢？另外呢，劳动部开一个乔迁记者会，花115万，哦，那到底钱是怎么花的？这委托给3立去办啊。那另外呢，这个公办演唱会以及乔迁都请陈菊来做主宾，来做来宾，所以呢。黄国昌就笑许明春的是向上管理，监察院敢办这个案子吗？哦，因为许明春算是这个陈局的人啊、哦。那另外呢，每年都花700到1000万拍劳动节的影片，对不对？那这个就能够促进就业吗？能够保护本劳吗？哦，原来媒体呢是1亿1900多万，现在变成2亿1000多万，每年增加媒体的这个宣传费，那都给谁呢？哦，他基本上只给3个媒体，叫做民视、3立、年代，就给3个绿媒，哦，那其他都没有。你这个可以这样子干吗？政府的钱可以这样子吗？哦，然后这些绿媒在捧你，在支持你，这算什么东西呢？媒体是监督政府的，你去拿了政府的钱，你怎么监督他呢？哦，然后呢，他拍个片花1000万 ，YT 只有13万看，只有19个留言，哦。那另外呢，所以呢，我们看从2017年8大3立，然后呢，从2019年开始得标的就民视、年代、3立、民视、年代、3立、民视、年代，直到2024年都是这样子，花了2亿5600多万，哦，所以国家的钱就业安定基金是这样花的吗？我们看一下，劳动部要欺骗做假账啊，也不要做得这么粗鲁，好不好？收到劳动部就安基金支出细项，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没看还好，看了差点晕倒，看了差点休克啊！在劳动部的会议室办记者会要花38万，他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除以2，有189540元是给来宾跟主持人。黄国昌质疑这样也能核销，也指控就安基金媒体宣传部分滥花情况一箩筐。咱新的方向是同款的。劳动部颁家记者会邀大咖出席，前行政院长陈建仁、前部长许明春、监察院长陈菊都是座上宾。一场记者会花115万，再做成纪录片3分钟花48万，观看次数只有400多次。另外，2023和今年2部30秒纪录片一样花了48万，观看次数还越来越低。这个就是就业安定基金拿来给民进党政府这样花，太有钱了。花钱完全不会手软。我也承诺卫环委员会会在1个月的时间内，那提出强化把关就安基金支用的具体的机制。检调调查也发现，就安基金每年提报活动动支的金额，如果不超出原预算的1/5就能调用。换句话说，有一定比例能当作北分署小金库灵活调用。各界喊话劳动部应该停征。可是我们也不希望。因为现在有些部分的项目，其实大家的质疑变成是一竿子要否定整个就安基金的使用。
很多的工会、很多的民间团体还是非常的需要救安基金。霸凌案引爆救安基金黑幕，劳工都等着看洪胜汉什么时候要给出改善方案。嘉宇。就业安定基金确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聘用这个外国的移工或者是外佣，所以要拿这些钱来去照顾本国台湾的劳工，所以钱要花在本国劳工的身上。我想这绝对是大家的共识。那这笔钱有没有需要，我们还是要看说它到底是如何使用。如果照过去大家现在所披露出来的有这么多大家认为说这个使用上非常不当，而且公器私用的状况，那确实真的要好好的监督跟检讨如何能够把这笔钱，因为这笔钱非常的大，累积下来也有400多亿的这个基金。那这个累积了1000多亿，现在还有400亿现款。对，400多亿的现款。那如果真的能够用在劳工需要的身上，有很多劳伤、工伤的这些问题，或者是劳工暂时失业等等的问题，这些如果好好的去处理，加强劳工的就业技能等等，绝对是有帮助的。只是过去如果说没有好好的监督，那今天有这样的问题，根本救援还是要找一个真的能够去监督，有第三方来去好好的看管。但是今天黄国昌来批评这个，同时大家也会质疑说，那黄国昌的双标的问题不管是刚刚讲的选罢法3分钟就送出这个委员会，过去黄国昌是最反对这种委员会没有经过讨论、没有共识就直接把这个议案送出去这样子的一个暴力表决方式，这个也不是过去黄国昌所乐见的吧？那到现在关于这个降低选罢法门槛、提高门槛的事情，跟过去黄国昌的主张也是背道而驰。那今天到现在，他也完全没有对这件事情表态，这也是外界会去检视说，对于黄国昌他过去所坚持的理念，跟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所发生的这些问题，他有没有要好好的去面对跟讨论？父亲，我觉得现在预算这件事情才是大问题，因为最近所揭露的一些事情让我非常的惊骇莫名。就我现在知道说，民进党可以运用资金运用到这种程度。就业安定基金其实理论上来讲，是立法院应该要监督，但问题是，我想赵先当立法委员时间这么久，因为立法院每一次在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耗费了极大的精力。你要把那个所有的预算看完，当初黄雄看的那个眼睛其实都坏掉了哈。所以第一个部分，你要把各个部会的预算看完，都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各个部会底下的各种基金，它那个其实这有些是大型的基金哈，比如营业方面盈利用的、非盈利用的，台电也是大家的一个很重头戏，中油也是大家的重头戏。那这时候再碰到这一种，它的规模并不算特别的大，但是真好用，你就发现说，他们真的无所不用其极，去养自己人的，去养自己的媒体的，去做自己的这种小金库的。各式各样，就业安定基金是用一条人命换出来的民怨所揭露出来的问题。最近其实原住民委员高金素梅她揭露了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讲原住民族希望能够去推原住民族的语言，是不是好事？好事，但问题是，他用这个理由，我们先讲就他有一个发展基金会。然后底下编了很多的预算，希望能够让这些我们因为原住民族现在有16个族嘛，哈，那让族语老师可以在学校里头教，很好哦。2年112年度跟113年度2年编了大概是8000亿，8000万，该不该？我认为很应该。但问题是，你知道这2年哦，他同时编了1亿7000多万给教会。长老教会，我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不是想要去批评别的教会，但是教会难道不应该是我们自己教徒然后去推广的吗？那至于说要拿政府的钱，那你说你要去推族语，我觉得也 OK。可是教会推族语，居然拿的钱是族语老师在学校教族语的1倍有余，你会认为这个分配是合理的吗？而且都给特定媒体、特定教会，亲绿媒体、亲绿的这个宗教团体啊，这个实在是这个拿国家钱这个行这个政党的私利啦。休息一下再回来。洪介委员现在传统媒体是都很辛苦。
苦哈哈哈。然后呢，特定媒体绿媒可以拿政府这么多钱，这是什么道理？这个拿钱办事也可以，可是你是真的拿钱办事啊？不是你看，他光是执政这8年他给民视就63亿，给3立71亿，然后怎么给？你选举的时候2019，因为1月13投票嘛，所以钱要在2019年就给啊。2019年民视拿了4亿9400，3亿拿了7亿6，然后这个前一年没有选举112年他就只给他也不少民视拿了1亿6100，3亿拿多少？8亿7300，民视较细汉呢，3立较大汉。2022年又来了年底选举，所以整个2022年民视又拿了7亿9600，3立又拿了8亿2900，哇，3立给着，所以他3亿总共有71亿，民视是63亿。你看看光是标案拿了470几个，就8年，他是透过标案然后给钱，透过标案给钱，都限制性招。你所有的这些标案都有条件限制了，当然限制性招标你看怎么拿都是你啊。他不止，他还有御用的评审委员，永远进去护航。TVBS 总可以拿几个标，没有一个都没有，靠差这各位乡亲你想我嘛？这个都是你我的血汗钱了，在咱的特定硬把起因的大家所以选举的时阵，伊是无咧听管的呢，上空上班要给我修理，靠安尼呢？节目要叫我去，我讲莫来这套我讲的话，他是不让你把话讲完，然后就算你讲完了，他也只剪一段拿出来用。你这个等于是当打手，你就变成你媒体成为打手的时候，就是要走向影习业这个地步了。所以清德兄，我是相信他不会，我相信罗清德没啦但是你边的人安尼说，如果从今年度、明年，我们现在省的预算我们现在都针对这个宣传费用在砍但是你没有办法全部都面面俱到，有的唱歌做好，有的唱歌你看不？你看当时这个就业安定基，你完全本来都没有，你要去找劳动部每一个标案看哪一些是从那些钱出来，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很严肃的来看不是不能宣传，你要给这130几亿所有大小媒体雨露均沾，那你特定呢？你们多一点点，我们可以接受。所有的媒体都很困难，而且媒体它是第四权当他在监督你执政党的时候，你应该多给他一点，因为他在鞭策你，你不要把他当成敌人了。好吧，陈昭之除了这个劳动部陈昭之说，卫福部也有这个他的这个公务员呢轻生牵涉到人命那现在他的次长吕建德说：“哎呀，这个跟霸凌无关啦，你们不要刻意操作啦，等等那说健保署的同仁那邱泰源说，部长说那我们可以重启调查陈昭之说，你们是官官相护，4年前就霸凌员工，害他轻生，谁敢说那这个现在的卫福部有8个霸凌申诉，只有3个非主管案的成立3件。其他5件是不成立的那另外呢，这个邱泰源说，这个少数不同意，极少数不同意什么呢？说叫人家做深蹲伏地挺身。讲那个长照司司长，对，长照司长就是说，你不是在部队里面，这是做深蹲伏地挺身，就说极少数不愿意，他能够敢说不愿意吗？很少人你要做他怎么办呢？那文化部原来说可以来检举要具名那部长李远说，我说的太快了说不具名也没有关系啦，事实讲清楚了。我当时我就讲，我说具名很多人不敢谁敢具名具名你那个被检举的人还没有受到处罚，检举人已经完蛋了所以呢，这个卫福部也要具名。李彦修说假开放嘛，真算账嘛你具名以后，第一个谁敢第二个真的具名先去查你具名的是谁所以呢，现在又说呢，
不具名的也受理，要负具体的行为人跟事证。大家记得当初这个劳动部的这个吴姓工程师不幸这个事情被霸凌轻生这个不幸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的行政院长说什么？1个礼拜内各个部会全部都调查完毕，而且要处理。现在已经过了1个月，不是1个礼拜哦，1个礼拜处理完了，现在已经过了1个月了，而且发现所有的部会除了劳动部之外，全部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且现在传出来，我们在检举的讲的那个整个那个被霸凌那个内容。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些人是轻生，人就走了；有些人是轻生了2次，结果到后来霸凌案全部都没有成。像我是经济委员会，我就有好几个国营事业还有基金，那时候不是跟你讲吗？那霸凌形态非常的多，然后有国营事业是员工2次，轻生2次，可到后来到现在，他们也说这个霸凌案是不存在的。好，那赵之讲的这个非常严重是什么？他有录音带哦，他这个是卫福部的主秘叫刘玉坚。他本来是兼这个社保司的司长，他口头禅就叫人家去死。现在司长不给他兼了啦。对，只有说对啊，只是叫他不要兼而已啊。你从录音档里面看到，他就叫录音档，因为我有全部听完。刘玉娟说，你这个案子要自己自杀，如果你不自杀，就是等着他杀。他意思是说，这个案子你要自己先把它处理好，不然你到时候送上去被署长骂，不是被我骂而已。所以录音带的前后如果听完就可以了解，虽然自杀这个字让人家误会，就是说轻生哦，自杀让人家误会，但是其实它用意是指案子，而不是指人。他不是叫你人去自杀，是说你这个案子要自己先砍掉重练，意思是这样。佳宇，你不要去误导。第一个，他整个录音档里面，你这个只是一小段，不是案子，他讲的就是人，而且他不是只有对，他不是只有对一个员工这样讲，他对很多的员工都讲，他的口头禅就讲你去死啊，你不死你就是羞辱了这个我们卫福部了。讲这么重的话，结果他后来呢，在调查报告里面说什么？他在指导同仁去撰写这个公文，他只是用语跟笔译的这个不当，只是记了一个过。我们就要问啊，如果是你碰到这个案子，你会什么样子？弄到我现在提醒一个点，就是很多部会，包括国营事业跟基金，现在投诉是非常非常多的。结果那个案情你听起来都是严重的，像我刚刚讲，有人都已经自杀了2次了，那案情还是没有成嘛？你这个都已经叫人家去死，对不对？还是没有成，这个才是现在人民要非常生气的地方。我就要问哦，你现在说，要么你就法令都要开始改嘛，对不对？到目前法令也没有，我已经问了洪胜安好几次了，你吹哨者保护法，你到现在不敢表态说你要支持，那要保护公务员要修什么法？公务员保障法啊，公务员保障法里面就是提供就是做什么规定？他说你碰到霸凌，你就去跟你原单位申请，你这样申请的是跳过铁端嘛？你外部的委员也没有1/2以上啊，弄到后来都没有成嘛。第二个跟谁申诉？第2层就去找考试院的保训会，保训我跟他报告，绝大部分的案子都没有成立。我去调了最近的资料，绝大部分都没有成立，所以公务员霸凌才会这么严重啊！你们要从制度面去改革这个问题。另外，我补充一下，刚讲那个刚刚讲说传统的这个媒体最近是很辛苦的。我记得现在就是什么，民进党拿人民的钱去给了很多这个利税的这个媒体，然后洗你的脑。你看每天该那个整个话题里面不是都在骂在野党会比较多吗？民进党出现的弊案，他有去提这个事情吗？我刚讲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你拿了我的钱还提我什么？对呀，吃人嘴软嘛，对不对？然后人手短嘛。那可是很多传统媒体确实很辛苦啊。那他拿的，可是问题是民进党政府拿的是什么？是我们人民的钱哦。刚才讲的是就业安定基金，就业安定基金里面有一笔我跟你讲，18分钟的这个影片就花了1000万，这里面牵扯到可能有贪污的问题。他还叫民视拍了这个影片之外，这个上面阿纺洗衣店他就一共花了1000万，这个是一个标案1000万里面1000万里面的101万，他叫他去下在那个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下了多少钱？101万，结果看的人只有13万人次，怎么会这么少？19则留言啊！然后现在我们民众党就说，那你把你当初那个。你下了广告那个，你总有一个收据吧？你拿出来，这里面搞不好都已经是贪腐的问题哦。我要你去下广告，你101万你拿到哪里去？你总要有收据啊，到现在拿不出来，所以今天大家才会生气，就是说这里面不是这什么钱段花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贪腐问题？你搞不好懂 YT 的人都知道，对不对？你如果1分钟你在那个线上看4块半嘛，对不对？你要13万。结果花了101万，你真的有下这个广告吗？你现在欠全民一个价，这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呢。休息一下再回来。永平对霸凌案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我是认为说现在这个问题会
这样子让大家觉得很绝望哦。越来越多案子投诉给立法委员，立法委员也很认真的查，认真的开记者会，可是完全没有用。为什么？因为立法院的调查权被大法官拿掉了嘛，而现在的媒体环境呢，就是刚才谢龙介讲的嘛，那么可怕的买三立、民视、年代这些电视台，就全部把它买光光的，所以他每天就在那边这个监督在野党，然后对民进党擦脂抹粉嘛。如果这些霸凌案要有救，就是每一个案子呢，像对付这个柯文哲一样来好好的伺候，每天通通都来把他的内情啊，这个左翻过来右翻过来，这些霸凌人的官员早就倒掉了嘛。好，那现在不行的话，我拜托立法委员呢，你们就要求行政院做一件事。第一个，检举人呢一定要匿名，而且呢，检举人的所有资讯一定要保护。第三个，行政院一定要成立单独的单位，不可以让他回到各部会去反映，因为各部会一定会搓汤圆，一定会压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些主管都是高官的子弟兵嘛，谁不会护自己的人呢？所以卫福部会如此的荒腔走板啊，劳动部会如此的让人觉得难堪，通通都是这样的食物链的一环。好吧，我们先把这个话题转到桃园啊。最近桃园大家讨论蛮多的哈，主要因为苏巧慧，因为大家知道苏巧慧呢就想要选新北市长嘛。那现在呢，民进党突然有人声音说，苏巧慧去选桃园市长好因为他这个南新北跟桃园其实是接着，所以去选桃园好了然后呢，那新北给谁选呢？就给林右昌选那林右昌也说，是我做过基隆市长，有县市首长的经验，对新北是加分的。林右昌说这是事实那苏巧慧，你做过什么县市首长吗？没有那另外呢，而且呢，党里面说苏巧慧是活棋。那苏巧慧说：“我搞了半天在新北经营，怎么叫我跑桃园呢？”他跑好久了。苏巧慧就说：“我还是会报名新北场，我不会到桃园去。”真可怜。那苏巧慧说呢：“没有关系的，你们说我也能去桃园，是看中我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还是要在新北另外也说何志伟有可能出战那叶元之他身段很软，大家也不会讨厌他好吧？看一下桃园。”大家都想太多了哈，民进党会依照我们党内的一个机制还有包括我们的期程，然后在各个地方提出最适当而且会胜选的一个候选人。院长怎么看以民进党过去的经验呢？特别是在北部直辖市的部分，可能是以立委直接来参选市长的话，这个挑战成功的几率比较低。那如果说是不是要有可能地方选举的力量，是比较加分？我想你讲的当然是事实。当事人苏巧慧也再次摊牌，服务新北也将近10年了，更何况这一次我喊声报名的也是新北场，表明自己参加的是新北场，也积极在新北党部办青年讲座，目标很明确。只是苏巧慧不想选的桃园，现在传出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有意愿来赢桃园立委，更爆料常常看到他。我想点名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关心，我们都尊重。2026卡位战，绿营各派系角力不断。杨凤馨，因为说张善政现在市政做得不错，所以呢，国民党说绿营现在是乱点将，你觉得？确实是乱点将你点了一个完全没有意愿的苏巧慧，可见得他们的内斗有多么的严重。然后也点名了非常多，就是在桃园的。其实都是属于空降部队，不是说桃园完全不可以空降，但你好歹是必须要有意愿，而且你地缘关系上面也要有足够的深刻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因为张善政那时候好歹也是个前行政院院长嘛，对不对哈？所以他其实那个规格是很高的。那你现在你要空降，就你的规格如果不够高的话，你会让桃园人觉得说你到底是有多么看不起我们在地的人。陈其迈可以去选，然后而且还有就是，其实桃园自己本身也有。这个就是桃园原本的立法委员，虽然没有连任成功，但是实力强的，为什么这一次都不敢选？其实你就会让大家觉得说，你们放弃桃园到这种程度吗？然后要拿桃园作为你们内斗的一个对象吗？但这一波的内斗，其实特别感受深刻的是所有的放话系统来自于赖清德喜欢的人，所以现在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圈子已经小到什么程度？就是从
一个国家，然后你政党对立嘛，你跟这国民党你不愿意交流，你跟民众党也不愿意谈合作，那现在就是你民进党自己内部，你还要去区分派系，然后你自己的派系还要区分青睐人士，所以当你的圈子小到这种程度，我要告诉各位，尹锡悦会不断犯大错，就是因为他的圈子极小。高嘉瑜刚才宣布我要去选桃园。其实民进党2026赖清德已经说过是有一个公平的初选机制，所以所有的有志者都可以去参加初选。那现在这么多的人选浮上台面，代表民进党人才济济嘛。光是桃园就有王义川，就有张敦涵秘书长副秘，然后包括这个何志伟这么多的优秀的人选。那新北还有林右昌、苏巧慧，那台北还有王世坚、苗博雅，对不对？就代表说我们有很多的人选呐。那相较之下，国民党现在新北对不对？谁有意愿都还不知道。那民进党这么多的人才，我相信最后会在一个公平的制度下选出最好的人才。来，佩君，国民党不像民进党常喜欢讲反话去捧杀对手，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推苏巧慧的这个比较像是有意在新北的民进党的人放的话，但现在说这个民进党在桃园的立委是团灭，所以你说想到这个声量啊、党内实力都很艰巨的苏巧慧不意外。可是各位去回想他跟他的父亲过去这几年经营的主力都是放在新北，尤其他今年才当上那个新北市党部的主委，所以他怎么可能会离开新北市那不管是新北或桃园我觉得中央执政不利的情况之下，民进党都不会太乐观。来，龙介雄。2019年单局一句，300兄弟无听你要听什么人？你看看菊系现在怎么被追杀？苏贞昌在2019年砍杀了赖清德，所以现在让苏巧慧到桃园刚好而已。但事实上。